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曾经风风光光天中，最后却被大陆彻底抛弃的台湾人。他们曾是镜头前最响亮的亲中代言人，红得发紫，风头无两。但是如今呢，有的破产，有的被弃，有的两岸都不要，还有的连饭都吃不饱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人的人生剧本为什么从香甜蜜糖瞬间变成苦涩黄连？让我们一件件看下去，保证让你又惊又叹。首先登场的是林金城。一开始，林金城可是在大陆吃得开的人物，他是泉州台青创业园区的总负责人，专门招揽台湾年轻人赴中国发展。据说他非常卖力替中国宣传，曾经大言不惭地夸口，在中国创业贷款不用还，政府给的钱都是直接送的。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林金城用尽甜言蜜语，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创业天堂，好像只要拿到中国身份证就能平步青云，财源滚滚来。林金城不仅嘴上这么说，他还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原来他本人在台湾是个有诈欺前科被通缉的人，后来干脆潜逃到中国去寻找新生路。他甚至为了表忠，协助许多台湾人非法代办中国身份证。更惊人的是，今年3月，台湾政府内政部查明林金城取得了中国国籍，直接注销了他的台湾户籍。林金城这下成了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表面看，他似乎达成梦想，然而命运的转折正悄悄逼近。失去台湾身份之后，林金城才发现情况不对劲。本来中国给他的创业优惠瞬间翻脸不认人，他曾夸口贷款都不用还，结果此时却被要求把先前以身份证贷款拿的钱全部还清。原来那些所谓不用还的贷款是有条件的糖衣毒药。在中国没了特殊身份的林金城立刻从座上宾变成弃子，被追债追到走投无路。一夕之间，林金城破产了，房子没有了，车子卖掉了，连昔日引以为傲的台湾身也没了。他不得不低声下气的在朋友圈发讯息求救，承认自己现在破产了，房车都没了，还拜托朋友们投资或借钱给他渡过难关，并且坦言短期内肯定无法偿还。试想，前1年他还春风得意地说中国钱多好捞，转眼却沦落到处处借钱，这反差不能不让人唏嘘。这还没完，爆料他的台湾网红八囧冷嘲热讽的评论，被中共当弃子，这就是台湾人变成中国人的代价。一句话点破林金城的悲剧核心，他以为拥抱中国会有前途，最后却发现自己只是被利用完就踢开的棋子，一手好牌被他打烂，不仅没想到荣华富贵，反而落得个里外不是人。林金城的故事只是个开始，还有更多类似的荒诞剧码在后头。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跆拳道选手李东宪的故事。李东宪曾在2023年的亚太壮年运动会上为台湾拿下铜牌，但颁奖台上他却做了一件震惊各界的事，高高举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星红旗。当时他笑容满面，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大骂台湾独裁，没有言论自由，还喊出作为中国人非常骄傲自豪。这番操作让他一举成为中国网络红人，被称赞为爱国台胞。李东宪似乎认定只要向报中就能飞黄腾达。尝到关注度的甜头后，李东宪更进一步，在2024年底，他正式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入籍成为中国公民。他得意洋洋地在抖音上炫耀，今天开始我也是有身份的人了，同时还不忘继续宣传两岸一家亲，台湾应该早日回归祖国这类统一论调。看起来李东宪以为自己铺好，在中国的康庄大道有头衔有流量，还开了一间跆拳道馆，准备招揽中国学生。或许他真以为自己从此能在对岸当个风风光光的大明星教练，然而现实再度给了重重一击。就在台湾陆委会公告注销他户籍，取消他的健保资格时，毕竟他宣称自己是中国人了，李东宪却悄悄在微博上透露一个尴尬消息，他在中国开设的跆拳道馆经营惨淡，只招到区7位学生，学生少得可怜，连基本的水电、房租和教练开支都付不出来，短短几个月就亏损了将近70万人民币，约新台币310万元。有人一度传闻他的道馆已倒闭关门，他不得不赶紧出面澄清，还没倒，只是在苦撑。
言下之意，他在中国的发展远远不如想象顺利，几乎看不到未来。令人玩味的是，即使混得这么惨，李东宪依然在网络上逢人就说我是中国人，逢波必喊两岸一家亲，庞佛只要口号喊得响，困境就不存在似的。他可能不得不这样，因为此时此刻他已经回不了头，台湾身份没有了，在中国又举目无亲，事业不顺，只能更加卖力表忠来寻求一丝生机。曾经他批评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讽刺的是现在他自己在中国连说真心话的自由都没有，即使日子过得不好，他也绝不敢公开抱怨中国半句，只能继续骂台湾来取悦粉红。李东宪的人生，庞佛成了一场讽刺戏剧。他用尽全力想成为堂堂中国人，却发现那扇大门并没有为他敞开，迎接他的只是无情的现实和冰冷的数字。说完年轻人，我们再看一位德高望重的资深艺人李立群。李立群在两岸演艺圈都有名气，原本常年定居上海，拍戏赚人民币。然而近年来两岸关系紧张，他的言行也陷入巨大的争议漩涡。事情要从2022年说起，当时李立群回台湾休养，接受媒体访问时脱口而出，如果两岸打仗，我会死守在台湾。他强调自己年纪大了，不会逃跑，要留在故土和家人共存亡。这番话传到中国，瞬间激怒了一票小粉红，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扣上台独艺人的帽子。在大陆网络上，他一夕之间从老戏骨变成了卖国贼。面对挞伐，李立群赶紧出面灭火，连忙在抖音澄清自己的立场，改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还表示待两岸和平统一。可是他这180度的大转弯，又引发台湾舆论的不满，觉得他在矮化自己，向压力低头。一时间李立群两面不讨好，形象严重受损。往后的日子，李立群试图在刀尖上跳舞，左右逢源。他一方面继续留在中国发展，声称自己赚钱不丢人，甚至参与直播带货，想重拾商业价值。另一方面又表示老了终究要回台湾养老，不会永久待在大陆。他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让两岸的观众都越发看不懂他想干嘛。中国那边的网友挖出他曾说过再也不回大陆的旧话，骂他见利忘义。台湾这边也有不少人质疑他为何总在敏感时刻迎合北京。李立群庞佛夹在风口浪尖，进退失据。曾经找他代言的厂商迅速跟他切割，他自己的社交账号也多次停更避风头。终于在今年，李立群彻底爆发。起因是一则网络谣言，有人造谣说李立群的妻子威胁要曝光大陆知名大 V 司马南的黑料，来替李立群洗白。这消息让李立群大为恼火，他立刻转发澄清，怒骂造谣网友是无中生有，强调他太太一辈子从不上网，这种传言纯属胡扯。同时他也再次解释当初那句死守台湾，说自己不是要上战场拼命，而是表达一种故土难离的情感。然而多年积累的舆论压力让这位73岁的老演员心力交瘁，他竟在影片中罕见地爆粗口，大骂网友，情绪激动，毫不留情。这一下更是把过去支持他的和反对他的都吓了一跳。许多人感叹李立群真是晚节不保，从一开始接地气的和蔼老人，如今变成了被逼急了开骂的暴走老头。他的形象几经反转，到头来两岸都不买他的账，一边嫌他是墙头草没有立场，另一边骂他是假爱国真圈钱。李立群试图两边讨好的结果，就是失去了两边的信任。这种里外不是人的滋味，恐怕比起直接选边站更难受。看来在政治大潮前，谁都很难当一个左右逢源的老好人，连老戏骨也不例外。除了上述名人，一些年轻世代的网红也卷入了舔共风波。我们先说一位叫李乔欣的女子。李乔欣自称爱中国，在网络上经常发布亲中言论，对台湾本土派则冷嘲热讽。她甚至与一位中国男子结婚，成了一段跨海峡姻缘。本来嫁给谁是个人自由，但李乔欣让人侧目的地方在于她的双重标准。她喜欢讥讽那些中国配偶来台后认同台湾价值的女性是绿配，好像别人嫁到台湾就一定别有用心。然而轮到她自己，却又乐此不疲地和大陆人共结连理，
甚至据闻还积极为自己的中国老公申请在台湾定居的资格。网友看不下去，直呼他管这叫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你自己给中国人睡，却不允许大陆人变台湾女婿。李乔欣的操作实在让人哭笑不得。有人调侃她是台湾表妹，意思是她对中国卑躬屈膝，对台湾人却趾高气昂。一来一往，她在网络上的风评其实相当差劲，除了小部分统派支持者，大多数人都拿她当笑话看。毕竟她口口声声爱中国，但最终却还不是想把丈夫和孩子留在民主自由的台湾生活。这种言行不一，难怪被人戳穿后颜面无光。再来看看网红钟明轩的故事。钟明轩是台湾年轻世代中颇有名气的 YouTuber， 过去以敢言直率著称。最近2年，他因为多次前往中国旅游引发争议，许多人怀疑他是不是也开始向红靠拢。在一次 podcast 的节目上，钟明轩聊到为何频繁去中国，主持人半开玩笑问他：“你这么爱跑大陆，是在闹脾气吗？”钟明轩倒是坦诚直言：“我是真的爱啊，那边物价很便宜，上海也很漂亮。”这番话让不少台湾观众心里咯噔一下，他不会真的被大陆给收买了吧？接着钟明轩又提到他在国外和人自我介绍时的一个习惯，他说：“外国人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所以我只好说自己是 Chinese， 讲我是中国人，他们才懂。”此言一出，可说一时激起千层浪，台湾网友大多相当反感，认为他不应该为了便利就矮化自己的身份。有知名 YouTuber 阿滴直接公开打脸，表示自己出国经验告诉他，大多数人还是知道台湾的。也有律师摇头叹息，质疑钟明轩怎么会崩坏成这样。然而钟明轩自己委屈地说，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沟通方便，并不代表选边任何政治立场。他爱的是中文文化，不是某个政权。钟明轩的风波反映了一些台湾年轻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大陆14亿人口的市场和网红经济的确很诱人，让他向往去开拓。另一方面，又不想完全放弃台湾这边的基础和粉丝，所以他试图在中间地带游走，不承认自己舔共，但言行上又不断靠近对岸。不久前有消息爆出，中共党媒海峡导报的负责人在统战纪录片中提及要联系钟明轩合作，更让外界怀疑钟明轩是否背后早有与对岸勾连。不管真相如何，至少目前钟明轩还待在台湾，享受着两边的知名度。然而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许多人替他捏把冷汗。年轻人或许不知天高地厚，但凡看看林金城、李东宪他们的下场，就该明白一个道理：跟着大陆起舞，最后很可能跌得鼻青脸肿。希望钟明轩能警醒，别哪天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说到舔共网红，就不能不提前阵子轰动一时的亚亚事件。主角刘振亚，网名亚亚，是来自中国湖南的女子，嫁给台湾人后成为所谓的陆配。她在台湾长住这些年可没闲着，积极在网络平台开设频道，标榜亚亚在台湾专门拍影片鼓吹统一。一开始内容还声称什么两岸一家亲，后来口味越来越重，竟公开宣传武统台湾，也就是支持以武力统一。亚亚时常抱着她和前夫所生已取得台湾身份的小女儿入境，一边晒着在台湾的生活，一边向大陆观众洗脑似的高呼统一大业如何正当。更绝的是，她居然还在中国黑龙江挂了几个头衔，例如龙台文化交流顾问、两岸青年交流大使，仿佛已经把自己包装成统战模范生，两边通吃。然而亚亚玩的这出戏最终还是演不下去了。今年3月，台湾的反共网红巴囧等人联合举报了亚亚，指出他的言论已经严重踩到法律红线。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明文禁止在台湾替中共进行军事动员或宣传战争行为。移民署经过调查，认定亚亚的所作所为已经违法，于是雷厉风行地撤销了他作为陆配的依亲居留许可，限令他10日内离境，并规定未来5年不得再申请来台。消息一出，举国哗然，这可是史上第一位因为统战言行被台湾驱逐的陆配。一时间，亚亚成为舆论焦点，支持台湾的民众拍手称快，觉得终于不用再容忍家门口的第5纵队。
而对岸的官媒则跳脚痛批台湾当局践踏言论自由，把亚亚塑造成无辜受害者。面对被驱逐的命运，亚亚表现得极为高调不甘心。他一边找律师提出行政诉讼，试图保住身份，一边不断拍影片声泪俱下控诉台湾迫害陆配，甚至在限期将至时，干脆召开了记者会，当众喊冤。那场记者会相当滑稽，亚亚哭哭啼啼地说自己主张的是和平统一，从来没有真心鼓吹武力，只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她还秀出结婚证件，强调自己与现任台湾籍丈夫感情良好，绝非假结婚。然而现场细心的人发现了一个怪异的细节，亚亚口中的台湾老公全程戴着墨镜和口罩，遮得严严实实，连真面目都不敢示人，引发种种联想。有网友质疑这位所谓丈夫到底是何方神圣，有人传出猛料称亚亚其实早和台湾丈夫离婚，现在身边这位是她早年在大陆时的前夫，而且也是大陆人。也就是说，她可能借由跟台湾人结婚生子取得居留，之后与台湾丈夫分道扬镳，又把大陆的旧情人搬来台湾，假冒成新老公。这消息虽然没获官方证实，但一时间传得绘声绘影，让亚亚的形象更加可疑。最终，亚亚还是无法改变被驱逐的结局。在一片关注声中，她于3月25日晚被迫登上飞机离开台湾。据说在机场送行时，她和那几个子女及神秘丈夫依依不舍拥抱，看似凄楚。然而令人玩味的是，飞机落地中国后，亚亚本人反而神隐了，网络上再无她的消息。有谣言说她可能被中国相关单位带走保护，或是刻意低调，甚至阴谋论出现，机场出现的根本是替身。不论真相如何，亚亚这出闹剧算是告一段落。她把自己的人生当成统战工具，最后换来的是被台湾赶出境的下场，也让其他仍在台湾的统派陆配们心惊不已。在台湾社会，亚亚早已声名狼藉，众叛亲离，而回到她口口声声热爱的祖国，等待她的恐怕也不会是鲜花与掌声。俗话说得好，引狼入室，终自食恶果。亚亚的遭遇正是最佳注解。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何还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想去中国捞金？答案很简单，利益使然。中国市场大，劳力成本低，优惠画饼多，对许多台湾生意人确实有着莫大诱惑。然而一旦真正踏进去，才知道现实有多残酷。许多曾意气风发的台商，如今谈起在大陆的经历，都是一把辛酸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台商曾私下怒喷，大陆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他刚过去时，被当地官员簇拥着喝酒应酬，感觉自己像个大爷。可是好景不长，后来政策风向变了，他的工厂补助被砍，环评刁难接踵而来，甚至莫名其妙卷入一场司法调查。一夕之间，昔日笑脸相迎的朋友们全都避不见面，他才惊觉过去那一套关系就是生意保险，在大陆并不可靠，人走茶凉得比哪里都快。他无奈地说，在那边做生意成天提心吊胆，讲白了不是人在过日子。更困难的是，那些在大陆扎根多年，错过了台湾发展机会的台商，有人形容他们处境是两头都回不去。拿一位在广东创业20年的台湾老板来说，当年他为了事业毅然移居深圳，把家也搬过去，小孩都在当地念书。如今企业受大环境影响，举步维艰，他想回台湾重新开始，却发现早已人地生疏，在台的人脉断了，市场也被别人占了，而留在大陆吧，公司撑不下去，只会坐吃山空。更尴尬的是，随着两岸氛围变坏，他这种身份敏感的台商心里很清楚，一旦台海有个风吹草动，在大陆的台胞处境会有多危险。投资了一辈子，最后却变成骑虎难下，这口苦水也只能往肚里吞。这些年来，也有一些从大陆撤退回台的台商分享见闻，令人深思。有位台商回忆，在他事业如日中天时，不少大陆朋友羡慕他，更羡慕他有台湾身份。很多大陆本地人私下对我说，真希望自己能像你一样，有个台湾身份证，好想去台湾生活。他说，当时还不以为意，现在想来颇有意味。毕竟台湾虽然地方小，但生活品质、
自由度、法治环境都是大陆难以相比的。当连大陆人自己都向往台湾的时候，那些放弃台湾身份去投靠大陆的人，究竟是聪明还是愚昧？答案恐怕不言而喻。不光是台湾人，在中国本地，类似利用完就丢的戏码也每天都在上演。如果说以上台湾人的遭遇还让某些人觉得活该，那我们最后来看一看一位中国本地美女老板的故事，或许能更直观体会那边的人情冷暖。这位美女老板原本在当地创业小有成就，年纪轻轻就开公司当上了老板娘，身边不乏捧场者，朋友圈里人人称她一声美女，总逢年过节登门巴结的所谓好友络绎不绝。但天有不测风云，近年来大环境下行，她的生意惨遭滑铁卢，投资血本无归，债务压顶，最终公司宣告破产。她一夜之间从风光女强人跌落谷底。更残酷的是，事业垮台后，她身边的人瞬间跑了个精光。平日那些嘴上喊姐姐、喝她香槟的人，此刻不是装死就是翻脸。一些合作多年的所谓好友，不仅没一句安慰，反而避之唯恐不及，生怕她开口借钱。更令人心寒的是，连至亲的家人也开始对她冷眼相待，有的责怪她无能丢人，有的甚至为了钱反目。她真正体会到了何为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下，这位美女老板只能在网络上开直播倾诉，泪流满面的哭喊：现在才看清，原来我落魄了，一个愿意帮我的人都没有。她感叹，只有在你身败名裂时，才能认清哪些人是真朋友，哪些人只是图你钱财的假面鬼。视频中的她哭红了眼，昔日光鲜亮丽的形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生的彻骨心寒。许多围观的网友留言安慰她，但更多人则是冷冷一句：在中国，人不狠站不稳，你太天真了。这评论或许刺耳，却也道出一部分事实。在那个名利场中，一旦失势，别说朋友、同事、部下，恐怕连亲人都可能翻脸。人情淡薄到如此地步，不禁让人联想到之前那些前往中国淘金的台湾人，他们真的准备好面对这样的环境了吗？看完现代的案例，其实提史早就给过残酷的前车之鉴。其中一个发人深省的名字就是龙云。龙云曾是民国时期位高权重的云南王，也是一届响当当的国民党上将。抗日战争期间，他对知识分子宽容开明，还保护过西南联大在云南办学的自由，一度颇受尊敬。然而在抗战胜利后，龙云和蒋介石政见不合，被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兵权。心有不甘的龙云转而靠向中共，他先是暗中支持部下卢汉在云南起义投共，1950年又干脆从香港北上北京，正式投靠了毛泽东的新政权。刚开始，中共也给了他不少荣誉，什么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常委的头衔纷纷加身，表面风光体面。可是好景并没有持续太久，中共对这位前军阀其实始终心存一计，表面的拉拢下埋着刀子。1950年，就在龙云归顺后不久，他留在老家的三儿子龙绳被指控曾担任国民党反共武装的头目，结果解放军直接抄了龙家满门，把龙绳一家老小，包括13岁、11岁的孙子、9岁的孙女和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全都残忍地处决了。是的，你没看错，中共毫不留情地杀光了龙云儿子的全家。而身在北京的龙云眼睁睁看着骨肉遭此横祸，却根本无力救援，只能将愤恨与悲痛强压心底。更大的屈辱还在后头。龙云忍着丧子灭孙之痛，继续替共产党站台。岂料1957年反右运动，他因为在会议上批评了中共对苏联的过度崇拜，立刻被毛泽东打成全国最大的右派。昔日的座上宾转瞬成了阶下囚，他被剥夺一切职务，在北京软禁审查，直到1962年郁郁而终，死后也不得安宁。文革期间，红卫兵还抄了他的家，他的妻子被拉出来批斗羞辱。可以想见，龙云晚年对自己选择投共是否后悔莫及。俗话说，肠子都悔青了，大概也不过如此吧。龙云的悲剧与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人其实异曲同工。历史一再证明，卸磨杀驴几乎是集权者的标配戏码。当你还有利用价值时，
给你荣华富贵如同画饼，一旦你利用价值耗尽，下场往往比敌人还惨。龙云自认聪明，结果一家老小换来灭顶之灾。回头看看林金城、李东宪们，何尝不是今日翻版？他们春风得意时以为找到靠山，其实身后早埋下陷阱。正如有人讽刺的，今天的红利说不定就是明天的血债啊！总结这些故事，我们不难发现一条残忍的主线：与虎谋皮者终被虎噬。那些舔中的台湾人起初享受到了甜头，有人拿了大笔补贴，有人收割了流量掌声，有人左右逢源赚了钱，但当大幕落下，他们的命运无一不是凄凉收场。被利用时风光一时，被玩厌后弃如敝屣。更可悲的是，他们往往还搭上了自己原本拥有的一切，名誉、事业、祖国身份，统统丢掉。所谓回头已是百年身，想重回过去都难了。这些人的结局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对仍怀抱不切实际幻想者的一记当头棒喝。看看林金城的破产，下场凄惨；李东宪赔光积蓄，仍在硬拗；李立群八面玲珑，落得声名狼藉；李乔欣和亚亚搬石砸脚，自取其辱。多少台商尝尽冷暖，悔不当初，甚至连大陆自己的创业者都在喊人情冷暖，只认钱不认人，难道还不够发人深省吗？或许有人会说，每个人有选择自己政治立场和谋生道路的自由，但是自由选择不代表没有后果。当前的中共政权，从历史到现实，证明了他对投靠者的无情与善变。选择投入他怀抱之前，真该先想想自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座上宾，还是终究沦为牺牲品。古语有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那些飞蛾扑火般投入红色怀抱的人，到头来大概只会印证这句老话的智慧。反观台湾这片土地，也许没有巨大的财富诱惑，却有难能可贵的自由、人情和安全网。一旦失去了，才知道可贵。当连大陆人都羡慕台湾时，台湾人自己更没理由不珍惜。故事说到这里，不禁让人扼腕。那些舔共的人，如果能早点看清真相，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呢？可惜人生没有如果。最后，我们希望这些真实的案例能给观众带来一些思考与警醒。当有人在向你描绘海市蜃楼般的中国梦时，请记住临京城门的教训；当有人劝你放弃原则换取利益时，想想龙云的悲哀。毕竟棋子永远是棋子，下场如何从来由不得自己。与其寄望于虎，勿宁立足于家。留在自己土地上堂堂正正过日子，也许没有那么多镜花水月，但踏实、安全、有尊严。这道理有时候要到很晚才明白。但愿看完今天影片的你我都能及时醒悟，不要成为下一个被抛弃的悲剧角色，让历史不再重演，让悲剧不再发生。